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震撼弹，蚂蚁集团暂缓上市，谁掀了这场盛宴的桌子啊？那么新闻，这跟昨天的新闻是一个连续性的新闻。先说新闻本身，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啊。消息。上交所11月3号宣布暂缓蚂蚁集团科创板上市啊。那么香港交易所也宣布同时宣不是同时，是同一天宣布收到蚂蚁集团的通知，暂缓在香港主板上市啊。这个新闻是今年第一大财经新闻啊，因为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个 IPO 啊。那么现在暂缓。那么新闻公告是这么说啊，上交所公告，拟公司原申请于2020年11月5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近日发生拟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总经理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拟公司也报告所处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该重大事项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本所决定你公司暂缓上市啊。你公司及保荐人应当按照规定作出公告，说明重大事项相关情况，你公司将暂缓上市，本所将与你公司及保荐人保持沟通啊。然后蚂蚁集团这么说，蚂蚁集团说，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麻烦，蚂蚁集团深表歉意。我们将按照两地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妥善处理好后续工作。那么，这次蚂蚁集团上市啊，它是这样 ：A 股、H 股就是上海，H 股就是香港 ，A 股就是上海。H 股跟 A 股两个地方合在一起，总共有666万个投资者，拿出了20万亿人民币来抽签抽着蚂蚁集团的股票啊。那么最终网上最终的中签率是0.127%，可见它有多么的火爆啊。然后网上打新中签，就是抽新股啊，中签结果在12月2号，就是昨天刚刚公布啊。那么总共是这样啊，总共蚂蚁集团网下发行数量是2.34亿股，我讲的是 A 股市场啊。那么占 A 股发行总股份的12.17%，网上发行是3.51亿股。那么占这次 A 股发行的18.26%，发行价格是68.8。A 股市场蚂蚁集团融资规模达到402.5亿啊，402亿啊，大数啊。H 股蚂蚁集团融资总规模是1336亿。那么目前发行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那么只等10月5号在沪港两地上市，然后上市前的一天晚上，当然然后这个上市就大家都期待着股票涨起来这个过个肥年。投行测算港股那边就不说，先说 A 股啊，科创板对应目前科创板上市首日股票平均涨幅是 1.61%，中位数是涨幅是 123%。投资者打中这个蚂蚁新股按照这个抽签比率来说，第一天可以赚 4.23 万亿到 5.54 万，能赚个4到5万块钱可以过个肥年，这个没问题啊。那么现在所有中签的人，还有发行机构发行商中间所有为这件事准备了1年多时间的这些，全部都卡在这里。
然后是昨天证监会官方微信公布，人民银行、保监会、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4个部门约谈监管约谈监管约谈谁呢？蚂蚁集团的老板就是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然后是总裁胡晓明那么这个新闻一出来，爆炸昨天发生的一个爆炸新闻。当时蚂蚁集团是怎么回应的？当时蚂蚁集团是说，我们会深入落实约谈意见，继续沿着稳妥创新、拥抱监管、服务实体、开放共赢的16字方针，继续提升普惠服务能力，助力经济和民生发展。然后就今天就暂缓了暂缓，理由是你约谈了，你的整个的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暂缓大概是这样。那么现在所有人都在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到底是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讲了2点。第一点，4个部门同时约谈4个部门同时约谈这4个部门是在金融领域权力最大的4个部门他来约谈你那可见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说你违规，或者是因为监管约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行政管理部门认为你可能是涉嫌违规违法，你有涉嫌违法行为，那么他进行一个监管约谈，就是阻止你让这件事情发生，或者阻止这件事情的蔓延。监管约谈就这个意思，前提是他认为你涉嫌违法。那你想一下，在金融领域4个最重要的监管部门同时认为你有涉嫌违法，而且是涉嫌在金融不同的领域发生了同时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所以最后上市就终止了。所以那到底是不是他涉嫌违法或者涉嫌违规？我们不说违法，涉嫌违规。那如果他涉嫌违规的话，那他怎么上市的呢？你想一下，他这个上市申请申报的时候，各个部门都要过一遍的，过完筛子的啦。你上市申请的时候，你没有去过筛子的时候，你说他没有说他涉嫌违法，你现在已经股票发行都完成了，准备上市了，你说他涉嫌违法，你这些部门眼睛瞎了吗？瞎到现在突然眼睛亮了吗？那当然不是。所以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的，你让他监管约谈的时间你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肯定跟蚂蚁集团到底有没有违法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他的我今天讲跟他的业务无关，跟法规也无关，跟他就是说跟他现有的业务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他根本就在上市申请的时候就应该 ban， 就应该让他回去了，回家了。而且大家别忘了，蚂蚁集团是个金融机构，它叫金融科技，但其实就是个金融机构，每天有多少钱在上面跑如果他涉嫌违规违法，你觉得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会放过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那不放过他，而且大家要知道，在金融领域，那是中共的心头肉，那是最挣钱的部分。一般人不能染指，只有自己的亲儿子能够染指的。所以蚂蚁集团在这个领域要活到现在，如果他有任何领域的不合规的行为，早就已经抓他了所以这第一个，他和他的业务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系？那么和业务背后的有关系，跟蚂蚁集团背后的政治角力有关系。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搞清楚，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肯定是跟背后蚂蚁集团背后涉及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有关系，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搞清楚属性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看啊，之前蚂蚁集团上市本来是件什么事情？本来是个利益交换。什么利益交换？阿里巴巴做挺好，淘宝做那么大，对吧？这个平台这已经成型，很成熟了。马云把它交出来，这谁让他交出来？肯定是老大嘛。你说还有谁能把这个阿里巴巴从马云手里拿走？那只有一个人，就是最大的那个人。那么让马云把阿里巴巴交出来，马云也没有办法，也不能抵抗，那怎么办？那就提个条件呗。提个什么条件？马云就提出来，我交出来可以啊，但是你要让我蚂蚁上市，蚂蚁集团上市啊。为了让他交出来，答应你，本来是去年就要上市。这个交换条件是什么？就是马云18年把阿里巴巴交出来退休，然后这个19年蚂蚁集团上市。所以你可以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马云宣布退休到他正式退休，到他退休之后，然后中间还涉及一系列的各种动作，这个过程很漫长。马云实际上是用了很漫长的时间离开阿里巴巴。那为什么？这中间就涉及到蚂蚁上市一系列的不顺利，肯定中间的各种角力呗，各种角力呗。就蚂蚁说要上市有什么问题吗？其实以蚂蚁集团的实力和蚂蚁的资产的条件，它上市没有任何问题。你理论上中国那么多烂公司都上市了，蚂蚁集团上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麻烦？当然就是跟这个中间的交换的过程有关系啊。那一直到现在，你可以看到第一步到零上市的时候。第一步监管约谈，第二步宣布暂停。这个不是说一不小心被监管约谈了，然后再宣布，不是的，这是一个套路。最后就是用这种方式让这事情停下来。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件事情让你想一下，这是一个上万亿的上市公司，基本上中国最大的公司了。那上万亿的上市公司，然后涉及到几百万股民，涉及到多少个金融机构为了这件事情准备靠这件事情过个肥年的，今年1年就等着这件事情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不管，要让它停下来，就用这种方式让它停下来。当然你在中国天下都是他的，怎么让他停下来那方法多得很，但这只是选了这个方法这个套路而已。那是说明什么？老大生气了，老大翻脸了，老大不高兴了。为什么老大会不高兴？老大不高兴的原因只有一个，没有太多的原因，就是一个马云把蚂蚁集团上市这件事情搞得太成功了。太成功，在老大眼鼻子底下，你本来应该夹住尾巴做人，灰溜溜的你就把阿里巴巴交出来，然后给你一个蚂蚁集团，你就守着，你就差不多，你该就是说守着你养老就算了。结果阿里巴巴没有马云没有把蚂蚁集团上市这件事变成他作为养老金的一个这个思路，他把它变成了放了一个大烟花出去了，变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他做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还不行，他还直接套现了直接融资1900亿港元，大数是1900亿港元。然后他们手上的这个股票，你看这一下子那还得了嘛？马云又成为中国首富，而且他把排名第2的人给甩得多远去了。
这老大看在老大眼皮子底下，本来天下是我的，让你不能够太得意，你现在就搞得你更得意了，这怎么行？这陕西老农民怎么会心甘情愿？那也一不高兴一翻脸，这事得停下来，不能让他搞。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不管不顾。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其实非常的大。你想一下，几百万人是什么概念？你把几百万人全给得罪了，这就叫不管不顾。不管不顾就叫什么？集权的任性。那就是谁呢？那就是姜也压不住了。这件事情就是老大就是掀桌子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标题是谁把这场盛宴的桌子给掀了？就是老大啊，大家都知道了啊。而且你想一下，马云把这个股票在2个地方同时上市，在 A 股在上海在上海的 A 股上市，在香港的主板上市，这一上市，他不就等于跑了吗？那到香港就基本上资金就等于跑了啊！这种老难，这个情况，陕西老农民那受不了啊，受不了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发生在蚂蚁集团身上的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跟蚂蚁集团有没有违规，跟他之前做了什么事情没有1毛钱的关系，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成功了，就是这个 IPO 太成功。我不是说这个公司太成功，这个 IPO 太成功，把所有 IPO 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极致啊！这是一件这个是一个好。第二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问题，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怎么收场呢？这次说把它停下来，先把它停下来了。那么我们先说技术层面 ，A 股呢是有先发行后撤回的经验啊，是有这个经验的。在技术上操作不难不困难，是可以撤回发行啊。2015年7月股灾，当时呢市场恐慌性下跌 ，A 股当时有28个 IPO 项目被暂停，28个啊，其中有10个股票，上海主板5只，创业板3只，中小板就是深圳中小板2只，已经完成了股票发行，但是还没上市。然后由于股灾，上市公司把这个所有的申请申购股票的这个款原路返回给投资者啊，是这件事情是可以行，在中国是可以行，在中国是有发生过这个事。然后4个月之后，证监会重启新股发行，然后那28个项目也恢复上市进程，就完成它的发行。这是在 A 股市场上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问题不在 A 股，问题在 H 股 ，H 在香港。香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股票上市，股票发行已经发行完了，上市暂停，这没碰到过。所以呢，这个有问题。这里面会不会涉及一系列的诉讼？会不会涉及一系列的问题？不知道啊，现在不清楚。但是肯定香港那边没做过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了，我们假设技术层面，蚂蚁集团上市，它的股价到底能不能撑得住，会不会破发就不好说。就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属性的问题了，就是大家对它的信心还有没有那么足，这件事情就不好说了啊，这不好说。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MSCI 原来是在10月26号已经在官网上已经宣布，如果这个蚂蚁正常上市，它会在11月30号，就是最后一天，把它的把 H 股，就是蚂蚁集团在 H 股和 A 股上市这个股票纳入到 MSCI 的指数系列里面去啊。那么它之前已经宣布是这样。那么如果
如果 MSCI 如果能够继续把它纳入，那蚂蚁集团的股价还撑得住啊。但如果 MSCI 翻脸不纳入的话，那么蚂蚁集团的信心，市场信心就会崩溃啊。这里面就MSCI 又变得很关键啊。好，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说一下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现在蚂蚁集团这事是老大翻脸，老大翻脸谁来都不好使啊。就那句话叫谁来都不好使啊。这就要看谁，看老大在这件事情上翻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给姜面子了。姜的面子，姜在这个事情上面，他觉得他做过分了。那姜在这件事情上，老大翻脸，把桌子一掀，姜的面子也下不来了。两方面应该卡在中间。姜派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行为模式，就是场面上面的事情，我们底下怎么打怎么闹都没关系，场面上的事情不能搞翻啊，搞翻了就不好办了啊。那么现在场面上的事情，这老大这个一掀桌子，这场面上的事情就翻了。对于姜派人来说，姜派我讲的是上海派，上海这种人做事的方式就是你把这个场面搞翻了，那我也就不配合了，就也要翻脸的了。所以姜也得翻脸，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我认为两方角力已经没办法调和了，已经是彻底翻脸了啊！本来双方还有一个利益在这里，叫什么？叫这个，这里面还有个可能性，就是老大觉得他的能力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去顾及姜的面子了，那就翻脸就翻脸吧。大概是自己扒拉一下手上的实力，应该没问题，所以就翻这个脸，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未来发生的情况就是，我觉得蚂蚁集团再上市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啊，蚂蚁集团再上市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件事情影响是什么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在政治层面，蚂蚁集团在这个政治角力之下，它再上市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影响是什么？大型影响就基本上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你可以通过蚂蚁集团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中共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啊？已经到了这种白热化的地步，就是这叫什么？这叫赤身肉搏，已经赤身肉搏了，已经。我们很多时候在中国的政治是什么？中国的政治经常讲的是影响力，就是说这个人对这件事情有影响力，他说一些话对这件事情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政治经常讲的是这些啊，就比如说这个人任命，这里有个空位置啊，然后你想要这个位置，我也想要这个位置，然后大家比什么呢？比影响力，最后谁的影响力大，谁拿到这个位置啊？通常是这种中国的我们叫宫廷政治啊，通常是这种斗争模式。但是今天这个情况，你可以看见啊，中共之间内斗的这宫廷政治的斗争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变成了赤身肉搏了啊！把衣服一脱就上去打了，直接就开干了，打了，就已经不是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然后大家互相赛马，然后最后比赛实力啊，实力一比，哎，我这个强，你那边就退了，已经不是这样，已经直接就赤身肉搏啊！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到了这个级别，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件事情，我认为会对中共的内部的权力斗争产生重大影响。这不是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
这不仅仅跟钱有关系啊，会影响他的权力的权力斗争的格局，到底怎么变不好说啊，也说不透，因为实在有很多看不到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还有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对华尔街的影响，大家不要忘记了啊，在中共在美国只有一个支持者，就是华尔街。华尔街为什么支持中共？原因只有一个，利益。那好了，蚂蚁集团这件事情，这是个盛宴啊！中国大陆的券商、中国的金融权贵们在分享这个盛宴，也把华尔街拉进来一起分享，这是没有意外的事情啊。那么你这件事情已经跑到这里了，啪断了，停下来，损失很大，华尔街的人损失非常的大。但是损失大，其中一个影响啊，但是不是最根本的影响。最根本的影响是什么？他把中国的风险指数啊，风险预期指数啪拉起来了。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想一下，蚂蚁集团这么笃定的事情，一路绿灯下来，当然是一件双方已经谈妥了的事情，一个板上钉钉谈妥的事情，临门一脚，老大翻脸，你有这样的风险，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的政治风险已经比原来不觉得中国有政治风险，觉得投资中国大陆没有什么觉得政治风险是很低的。你把这件事情发生意味着什么？直接把这个政治风险拉到顶格。所以对华尔街的投资者来说，华尔街的这一票人来说，他们发现原来在中国找钱挣钱很容易，只要中共高兴就好了，他只要跟他高兴，我就能挣大钱，我只要哄他高兴就行，他想要什么想办法帮他关键时候我帮他出把力，平时他就会对我很好，我可以挣很多钱，这是华尔街的想法。有的时候他想让我说点话，我就说话呗，中央电视台来采访，我就说点好听的呗，又没关系啊，反正美国人也不在乎这些事情，所以平时我就可以挣大钱。但是你看蚂蚁集团上市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投入很大的，那投入非常的大，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尔街未来看待中国金融市场那就不一样了。从现在开始，华尔街对待中国金融市场，这就叫扎力自首了。这扎力自首的影响就很大。那以后对华尔街看待中国金融市场的这个看法产生重大影响，就这两个大影响啊，好吧？我们今天其他影响我们就不说了，我认为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影响。那么有人讲这个这次马云被约谈跟他在这个外滩金融峰会上的讲话有关系啊，我觉得是这样。马云讲了一番话，这一番话呢也是个大实话啊，也不完全错啊，就是话有点冲啊，话有点冲。但是话糙理不糙啊，这个道理是没错的啊，道理是反映了现在的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那你说会不会政府部门因此就翻脸？我觉得不是啊。第一个，马云讲这番话肯定不是有感而发，就是不是因为现场的气氛让他觉得哎呀我可以讲一讲这个话，不是的。他讲这番话肯定是有道理。那马云基本上你可以看哈，马云在没有意图之前的情况下，他基本是胡言乱语，就是讲一堆没有用的废话啊，什么各种鸡汤，各种不靠谱的鸡汤，马云基本上这样。然后呢，他在一些场合呢，他会针对他想说的话，他真的说出来的话，那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觉得跟蚂蚁集团遇到的这些障碍是有关系。
就是上市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有关系。所以它不是无所指，它是有所指的。所以谁是因谁是果不好讲，因为这是个过程，因果相连，就是你是因，你是因，我是果，我是果又是你的因，就是头尾相连，所以不好说谁是因谁是果。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直接的就认为，就蚂蚁集团上市暂缓和约谈和马云说的那番话没有关系，没有因果关系啊，我是这么认为啊。好吧，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我们今天点赞的有点少，我们都1万人了，才700多点赞啊，大家点个赞，支持一下啊。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就是我们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整个的节目的安排。那么我们的新闻直播啊，专题直播每天一档啊，每天一档，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纽约时间的早晨10点啊，其他大家换算我就不念了啊。这是一个啊，就是每天我们有一档新闻专题。然后我们除了这一档新闻专题之外，我们还会进行根据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新闻，我们会持续的进行直播啊。但这个直播就不会跟新闻专题一样，新闻专题我们是半个小时的新闻内容，半个小时的互动啊。但是如果是其他的新闻直播，我们可能就会是15到20分钟，然后互动大概是10个左右，这样就把时间控制在40分钟以下啊，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啊，控制在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新闻发生的频率，我们来进行直播啊，大概就是变成一个这样的节目形态。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这个直播，直播里面有很多非常棒的情况和观点，好吧？那我们进入直播以后就是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今天看看今天这个议题呢，就相当劲爆，看看大家有什么观点啊，高论啊。来段广告，感谢瑞途移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办理墨西哥护照，认准美国瑞途移民一手办理墨西哥护照，帮你合法通往发达国家，实现通行自由，成为世界公民。瑞途移民的介绍我会放在这个和联系方式，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啊。好，明谢 Mike 朱，谢谢郭喷石，谢谢 King Tim Yong。King Nam Yong， 谢谢。蚂蚁上树是一道好菜，被歇菜了。哎，这个不错啊。曾明奇，谢谢。观点：这次蚂蚁金服和疫情一样，一开始不管，突然就封城，韭菜们躺枪。我觉得我刚才讲，我老大翻脸什么意思呢？本来让你上市，你就把这事上完了就完了啊。所以呢，就一路开绿灯，你该怎么弄怎么弄，我就让你上。结果没想到你把这事给办成了一场盛宴，那怎么行？那老大看着不高兴，就是这样。所以不是一开始不管，是没想到啊。提问：请问蚂蚁集团被约谈的这个时间点选在美国大选结束前有什么关联？我觉得跟美国大选的关联不大，只跟它上市的时间有关系。10月5号上市，上海跟香港同时上市，你再不停它不就上了吗？所以为什么13号宣布暂缓，12号约谈，这个东西都可控的呀，是不是？所以跟美国大选关系不大，我觉得是这样。观点：政治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在民主政体下，民权得以充分保障，企业只要合规就好。在独裁制度下，一切权利都是政府的，所有利益都要给政府寻租。蚂蚁的例子正是应了王舍说的，唯有民主政体，没有体制才能够匹配市场经济。谢谢你。我觉得事情还更极端一点
什么极端？所有的财富，一切权利归苏维埃，这是第一句话啊。就是共产党讲过一句话，叫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就是一切权利归政府，归共产党。第二句话他没讲，一切财富归政府，归苏维埃。其实这些他没说的话，所以大家记住，别以为你是首富啊，不首富、半首富、是二首富啊等等，你各种财富都是中共的，他要拿走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中产的白领们，大家搞清楚啊，你跟赤贫也就中间也就隔的一场病啊，隔的一场灾难啊，你就会变成赤贫，你就会一无所。我在去年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名，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白领啊，然后他父亲去世，父亲感冒去世，倾家荡产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中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之下，所有的权利财富都是不可靠的，地位还有个地位，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地位很牛，很多人不愿意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有地位，这种地位给人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我这里又认识人，那里我办个事情很方便啊，觉得我不能走，我走了以后我跑到那谁都不认识，我这地位算什么？我有什么地位？我到这里你看我这很有地位，但是别忘在集权之下，权力、财富、地位都是浮云啊。观点最终还是要上市，只是股权要重新变更架构，说白了利益不均。观点 CCP 的想法大概是，本来杰克马一直说要退休，什么叫退休？搞个人类史上最大的 IPO 叫退休，这你妈是新长征创业还是退休？必须杀掉。提问王老师，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老百姓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坏事。有些人喜欢看啊，马云这个有钱佬，终于你也有今天啊，很高兴。很多人觉得是这样的，有些人是这种看客心态啊，我没有抽到蚂蚁的股票，活该。别忘了，中共可以痛宰马云，那痛宰你不是跟捏死一个蚂蚁一样吗？所以你要记住啊，这件事情就是榜样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好事，这绝对是坏事。他首富都可以收拾成这个样子，你会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吧。观点，马云被当枪使了。马云的被退休、被交出支付宝等惨痛教训后，仍然没有认清 CCP 的邪恶、凶残暴力本质，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马云是不是当枪使？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不是马云，我只是猜测啊。我先声明我在猜测。我觉得马云已经在这个局子当中了，他已经没办法脱身了。就是在阿里巴巴时代，他已经在这个局里面了，他不想参与是不行。你很多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说我做一个骑墙派，我做一个逍遥派，行吗？不行，你得表态，你得选对站，你不站队的话，谁都不顾你的时候，你就死定了，你就会被大家五马分尸。所以你必须站个队，你一站队好，你就掺和这个事情了。所以你看看中国的那些首富们，各地的首富们，为什么很多下场非常的惨？你说啊，你就不靠他嘛，你两边下注嘛，你以为他会让你两边下注吗？不会的，你要是两边下注，两边都收拾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我不觉得马云不够聪明或者不够智慧，不是的，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局当中没有人可以不参与，
你必须参与。当你一参与的时候，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身不由己，你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你已经变成其中的一个棋子，不是你想去做别人的棋子，是你想做别人的棋子，别人未必收你的问题。情况2年多前，猎头挖我去蚂蚁，要我放弃国外银行的高薪工作，给的年薪比我现在少很多，但有4年期权，价值800万。我孩子小，最后没有继续谈。据说有很多海外金融人才是这样给降薪挖回去，就是等着上市后分大饼。不知道此事能否解决，可能会套牢一大批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已经卖掉了啊，有些人已经把，就是有些里面的人，因为其实蚂蚁的股权，陆陆续续，它里面的人都在往外卖啊。我有朋友买过啊，买过他们的股权，当然怎么交易我也不大清楚，反正就是认这个账就行呗，反正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已经。其实不是现在上市，就是去年前年都开始卖了啊，有人在卖，内部的人啊。观点建议老师不要把习和陕西老农民划等号，或者不要拿陕西老农民来比喻他，这是对陕西老农民的莫大歧视和侮辱，好吧？但是我觉得很像，很像啊，好吧？那我尽量吧啊。观点：蚂蚁一旦上市，马云在民间的威望直冲云霄。马云触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中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不允许个人可以这么有钱，可以这么伟大。我觉得马云现在个人崇拜在中国比老大还要厉害，老大看得眼红。现在中国不能有人比老大更受人崇拜。马云受人崇拜吗？我没觉得。大家觉得马云受崇拜吗？我觉得马云招人恨吧。至少所有的中国丈夫都恨他吧？你想想看，掏空他们的钱包，都是马云干的事情啊！开玩笑啊！观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告诉全世界，我的资本市场就是这么不可信。马云响应了发展资本市场的号召，方便了中小银行、中小商户的发展，提升了资金利用效率。之前对香港出尔反尔，现在对蚂蚁出尔反尔，未来总会到自己身上吧？好可怕！非常对啊，非常正确啊，这个看法是对的。观点：蚂蚁上市终止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表明首富如马云也不过是如来手掌心里的一个猴子，所有私营企业家都会战战兢兢。能移民的赶紧移民。中国过去30年的富豪们没有几个结局好的，在海外做一个平常人，现在比马云舒心。这个观点非常的对，就是对中国的那些富豪们，富豪不说吧，小老板们，那冲击还是蛮大的啊，有一定的冲击啊。提问，请问王先生，习现在这个动作是不是表明他真的很有实力，还是他以为他自己很有实力？我认为他是很有实力的啊，我一直认为他是很有实力的。就算是疫情他受到挑战，受到质疑，就算中美关系搞成这个样子，他受到挑战，受到质疑，他仍然是现在他的地位是稳固的，他的实力还是很强啊。然后他也认为他自己很有实力，这2件事情都是的啊。情绪感觉蚂蚁被暂停这件事情有点像当年四川铁路运动的前奏，希望这会成真吧？诶，这个想法有点特别啊。四川铁路叫什么？那个运动叫忘记叫什么保路运动，叫保路运动，大家去搜一下。保路运动这件事情保路运动是什么？保路运动是清政府垮台的一个导火索。为什么？因为发生了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
就赶紧打电话给清政府，告诉他四川人造反了。那个时候四川不是现在的四川，那个时候四川包括了现在的重庆啊，这一大部分很大的地方，四川是很大的一个省啊。然后清政府一听啊，四川人造反了，四川人造反怎么办？赶紧把武汉，就是靠得他最近就是湖北，从湖北的新军把湖北新军调去四川镇压，所以当时的武汉才会剩下小毛三两个，革命党才有机会去武昌起义，否则武昌根本不用起义，根本就不用起义，因为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基本上革命党在任何地方搞暴动都是以卵击石，但是就是因为保路运动，新军全调到四川去了，武汉其实是没有人，没有新军，没有部队，所以在那里才能够取得成功啊。所以这个你说这个蚂蚁这个会跟保路运动相提并论，这个看法有点特别啊。观点：蚂蚁的钱财来源于集权，再被集权干掉就是因果关系。蚂蚁的钱财怎么来自集权？来自于他的生意好吗？他的生意是支付宝是集权吗？支付宝不算集权，支付宝只是得到了一个其他人没有得到的权利啊，就是不叫权利啊，资格去干一件事情啊，那是集权吗？不是集权。不算集权嘛？啊，观点：花呗、借呗都是利率最高的借贷产品。很多人一边被阿里巴巴割之肉，一边去给阿里唱着战歌，难以理解。你说是割肉，那别人还是救急。所以我不是说帮阿里说话啊，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它没有属性。是什么？就是当你需要1000块钱。可是你的亲戚朋友都没人借给你，你只有一个地方能够借到，而你真的借到了，利率是很高。你说这件事情好事还是坏事？看你站在哪儿说，看你站在什么位置上说。如果你是站在那个正要救急的情况下说，那你会感谢他。如果你是事后，当他跟你收利息的时候，你跟他翻脸，那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讲。不能够，我们做事情看问题要公道。公道是什么？公道你得两面看啊，两面看才有公道。提问：数字推迟上市和数字货币有没有完全推行有关系吗？没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啊。提问：如果蚂蚁没有暂缓上市了，对普通群众有什么好处？挣钱啊。如果你抽到了这个叫什么蚂蚁的股票，那你上市你挣个4-5万，你第一天你就抛掉，可能挣个4-5万，过个肥年也不错啊，你说呢？情况：今日头条看到新闻说延缓退休了，下面评论都带节奏说好，就像这个汽油加价大家都说好一样啊。情况：王老师，我觉得这就是保路运动。我亲戚在义乌做外贸，已经申请更换护照3次都不给我办。我的客户有在迪拜，上千万的货款收不回来，银行贷款年底到期，如果再不出去收回货款就倾家荡产。这是真的动了太多人的根本利益，非常正确。这次蚂蚁上市的暂缓，把天下都得罪了，但是集权的任性，它就没有关系，就我照干啊，这就是集权的任性啊。情况：根据香港交易所资料显示，腾讯已属国企股，此外还有李宁、小米也是如此，都已收归国有。真的吗？我要去看一下，啊，这个是我意外的啊。李宁、小米都是国企吗？股东名册里面没有这么显示吧？我看看好吗？情况：美国3大股指高开，这是川普总统连任成功的重要信号啊。
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拜登的支持者说啊，美国股指高开，这是拜登竞选胜选的重要信号啊，都在说跟他没关系啊。提问：以前在县里读高中，班上有钱的大都是领导子女，父母有什么城建局长、教育官员什么的。王老师能讲一下中国基层政府结构吗？哪一些权力大，哪些容易捞钱？啊，这个我们讲起来就很长篇了啊。县级政府基本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地方政府已经非常明显的，我们叫氏族化。什么叫氏族化？县长、县委书记啊，如果县长的能力强一点啊，那么县长跟书记基本上成为这两个家族成为当地的豪门啊，然后这个县政府也好，县委也好，那么都是这两个家族的成员啊。老婆干什么？老婆可能当一个组织部长，这个人老婆可能当个什么，反正财政局长，类似这样。然后底下他们的亲戚朋友就开始在这个政府啊，在这个里面开始有一个职位，然后一系列裙带就延伸出去。那可能这个人也会安排一些省里的某个他的靠山的领导孩子放在这里，都有可能啊，就变成了一个中国就开始氏族化，就是我们叫县一级、市一级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明显，这种特别是在县政府的这种氏族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啊，越往北越这样啊，越往北越如此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哪个单位最能捞钱，权力最大的，而且政权机构最容易捞钱？就是说暴力机构，你比如说公安局容易捞钱，工商局容易捞钱，就是能够掐死别人的部门，财政局容易捞钱等等啊，大概是这样。具体我们就不说太多了吧，好吗？观点：马云只有获得感，暂时日子的舒适不代表以后中共会给你舒适。马云舒适嘛？你看一下马云过去3年，马云的那个样子，虽然他长得 baby face， 但是我觉得那 baby face 苍老的很厉害，你不觉得吗？啊，观点：中国的哲学对近代外面没有任何突出贡献，都是欧洲、美洲哲学推动世界进步，这和中国人喜欢明哲保身或者说投机取巧有关，引以为荣有很大的关系。只有中国年轻人一切向前全看的观点改变，才会有可能改变，而哲学上的突破没有1到2个世纪是根本不可能的。OK。观点：金融电子化是中共修墙的结果，否则蚂蚁根本玩不过真正的美国的互联网金融。蚂蚁摘桃子老大心里自然不高兴。情况：今天大陆爆料，蚂蚁通过网贷的外衣放高利贷，15.4%，国内大部分家庭财务告急，我从来不搞阿里贷款。观点：蚂蚁金融如同它的名字是面向个人和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这次上市无疑是加大社会信用贷款额度，他们可能是怕马云的信用风险，这两者都不成立。为什么？15.4是高利贷，那你就不知道高利贷是多少了。15.4是合规的啊。大家要记住，蚂蚁要上市，它所有的业务都必须合规。它任何一个业务，你要知道蚂蚁支付宝也好，他们任何一个业务都是海量，量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它量不大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市值？所以呢，它每一项业务必须过了很多遍筛子，一定是合规的。大家想一下就知道。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去纠缠啊，因为它有任何的不合规，它都过不去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蚂蚁的信用贷款，社会信用，蚂蚁信用风险是蚂蚁自己背的，所以他自己要管理他自己的风险。政府担心他的信用风险，那操那个心，你觉得呢？政府会帮你担心你的信用风险，那怎么可能啊？观点，马云的确是古今中外第一人，将来历史会记住对社会的贡献，也会评价他的消极方面。感觉皇帝心里估计宁愿鼎力支持华为，也不愿意看到马云笑哈哈。不一样。你想一下，华为是什么？华为是一把尖刀，什么尖刀？插到西方社会里面的一把尖刀。马云是在中国社会挣钱，你说说他们地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这没法比啊，完全不一样。观点，马云是很多年轻人以他为榜样，持有梦想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恨他。如果是以马云为榜样的话，那你这个梦做的有点大。为什么？你想想看，只有一个马云，你要做那一个人多难啊，是不是？你还是做自己比较好。我认为大家就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跑到你面前的那个人啊，他身之下面有千万失败了的人，那剩下这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你能相信他说的那些鸡汤吗？千万不要相信。所有的成功的都不可复制。为什么？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他的能力，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的条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序。就这个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来到这里，这个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成功了，这个历史时序是不可挽回的往前走，你要去重复他的成功，怎么重复？所以所有的成功都不可复制，你可以学习他的某种品格，这个没问题，你只有用你自己的方程式，你才能够获得你的成功。没有人的成功可以成为你的榜样，你只能成为你自己的榜样。观点，看了很长时间王老师的视频，今天注册了账号，第一次说话。花呗借呗的利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支付宝有一个产品叫网商贷，我是一个做跨境电商的卖家，今年报单的时候，网商贷不用抵押贷款，借给我17万度过资金难关，日利率是 0.025， 我相信这个利息是非常低的，不需要抵押，只有一笔超过4万额度的开启视频验证，所以我谢谢蚂蚁。OK OK， 观点差距题外话，关于本次美国大选，今天看到有一个有趣的分析，川粉把川普当成解药，川黑把它当成病根，而川普存在本身只是病症，它不是病根，也谈不上解药。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导致了如今鸡同鸭讲的撕裂局面。希望今天一方能大胜，避免扯皮现象发生。OK。好吧，建议王老师下午可否给我们来一次美国大选突发？有突发吗？我看看有没有突发，有突发我们就突发。但我今天还想讲一个，今天其实我准备了另外一个话题，马云这个是突发啊，马云这个是突发。今天讲个什么话题呢？我本来是今天准备讲一个给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中国政策建议啊，就是这个题目是我今天是看到美国之音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节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新闻他们做的一个策划，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策划，我就很想讲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针对中国，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我的想法啊。当然我这个想法不是我今天一天想的，我这过去都有陆续都有想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今天是想讲这个话题，但是新闻来了，我们还是要讲新闻，所以我们就让位啊。可能我今天会再做一期啊，就是关于美国大选，就是讲的就是给下一任美国总统中国问题的政策建议啊，好吧？
好，明谢 Sophie 萌，谢谢 Lancelot 张征，谢谢马云所托非人。前几年听他称赞包子，当时我很诧异，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判断错误。然而今天证明他错了。Sebastian 张，谢谢。好，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